这一集整理了几项到泰国曼谷旅游可能需要注意的地方，一起来看看吧。还没看过我们前几集的泰国介绍的朋友，可以去看看哦。影片开始前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在曼谷市区逛街跑行程，会有很大的机会搭曼谷空铁 BTS。如果想省去每次搭乘都要买票的麻烦，可以用像台湾的悠游卡一样的交通卡兔子卡。兔子卡有2种购买方式，一个是直接到 BTS 车站的服务台购买实体卡，另一个是先到 Klook 购买电子凭证，再到泰国领取实体卡后开通使用。可以选要到 Central World 或是素万那普机场领卡。我们想要一抵达泰国就先拿到卡片，所以就在机场领卡。从机场的入境大厅出来之后，首先要往上2层楼到4楼的出境大厅，走到 K 牌的最底，就可以看到 Klook 的柜台。出示事先买好的凭证即可兑换，里面包含200泰铢储值金和100泰铢发卡费。开卡只要到任意 BTS 站的服务台，机场是没办法开通的。我们有好几天的行程都需要搭到 BTS， 像是吉隆站的四面佛 Central World、暹罗站的暹罗百丽宫等百货商场，还有金色线的暹罗天地。少数车站的出口会有手扶梯，大部分都是楼梯。车站周边几乎都有连接2旁饭店或是百货商场的连通道。下雨比较不怕淋湿，很方便。时常可以看到服务台的排队队伍很长。有了兔子卡，进出站都直接靠卡感应就好，不用另外买车票。除了泰文，月台通常也有英文标示站名和前后站。因为 BTS 站大多是开放式空间，所以不会有空调。但进入车厢内会有冷气，要小心温差。下车后也会有英文标示附近的地标。跟台湾捷运一样，搭乘 BTS 是不能饮食的，也不能携带榴莲上车。如果想要查看 BTS 的路线，可以扫描车厢上方的 QR code， 也可以看面板得知下一站是哪一站。哪一站有转乘也会提示。如果要转乘金色线前往暹罗天地，会需要在深绿线的吞武里城站出站转乘，沿着指示走就可以转乘金色线。目前金色线只有3站，大约20分钟才有一班车。虽然班次较少，但是可以直达暹罗天地还是比以前方便许多。如果没有兔子卡，就要在售票机买单程票，也可以在售票机这里加值兔子卡，可以选择英文界面，直接放上兔子卡，点选加值，并放入加值金额。这台机器只能接受纸钞。非常简单快速就可以完成加值。如果售票机不接受硬币，会投不进去。像另一台机器就是只接受硬币，也可以直接到服务台加值，但一次加值最少要100泰铢。售票机也可以看到兔子卡的使用记录。最后，如果同站进出是会扣16泰铢的哦。在曼谷，除了可以搭空铁 BTS， 有时也可以考虑搭地铁 MRT。但是兔子卡是不能搭 MRT 的。我们搭 MRT 时就买单程票。在萤幕点选目的地站张数，投入现金后就会调出找零和感应票卡。
车站这里竟然有安检门，跟百货商场一样。用刚刚买好的感应票卡进站，总觉得这里跟我们的捷运车站也很像。把票卡投进闸口就可以出站。流经曼谷的昭披耶河两岸有许多寺庙古迹，也有暹罗天地和 Asiatic 夜市。比起陆上交通，有时候水上反而更方便。我们在曼谷第一次的乘船体验只有5分钟，是从卧佛寺附近的 N8 码头坐到对岸的郑王庙。这样的两岸交通船，一人只要5泰铢。参观完郑王庙，我们要搭船到 Asiatic 河滨码头夜市。船大致分成蓝旗、橘旗和黄旗船这几种。和售票的女士说目的地，她就会告知船票价格。给我们船票时，告诉我们等待的码头是哪一个。我们要搭的是蓝旗船，几个热门的码头几乎都有停，单程票是1人30泰铢。要留意傍晚郑王庙闭园的时候人潮比较多，排队上船也要等比较久。蓝旗船有2层，座位不少，但因为人太多，我们还是没位置坐。若搭蓝旗船的次数比较频繁，可以考虑买150泰铢的1日票。有列出的码头都可以无限次搭乘。有经过暹罗天地、中央码头站，还有 Asiatic 码头夜市站。其他路线的船我们这次没有搭到，欢迎有搭过的人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哦。在曼谷常常可以看到计程摩托车，尤其是在各大 BTS 站、地铁站等，感觉速度蛮快的，搭起来应该很刺激。也有嘟嘟车，因为没有做功课，加上有安全考量，我们就没尝试了。这次来曼谷，我们也没搭到公车。除了 BTS 外，我们最常搭的就是计程车。来之前有看到网友说要小心司机喊价，我们这次是用2个当地的轿车 App Grab 和 Bolt。查到资料说建议用泰国的手机号码注册，所以我这次带的是有泰国号码的实体 SIM 卡。操作和 Uber 差不多，配对成功后会看到司机的基本资料，感觉比较安全。可以设定上下车地点。也可以选择车型，会有不同的预估价格。有一般计程车，也有多元计程车。支付方式可以选择现金，如果收得到台湾简讯的话，也可以绑信用卡。2个 App 操作起来差不多，我们会2个都开来比较价格。但要注意的是，上下车地点要设定精准，万一司机到对向车道没办法回转，就会等很久。找不到人也可以透过 App 跟司机传讯息沟通。我们搭了很多次，车资和原本预估的都相同，比较不会出现沟通不良导致车资有落差的情况。我们觉得很不错。我们是2月来泰国，是凉季的尾声，大多时候天气都很好，非常的热又晒。尤其是参观古迹和皇宫的时候，没有什么遮蔽物。建议一定要防晒，带阳伞和墨镜。虽然几乎每天穿短袖，但还是建议要带薄外套，因为进到室内，尤其是进到饭店或百货公司的时候，冷气都开蛮强的，流了汗进到冷气房很容易着凉感冒。另外，来泰国参观皇宫、寺庙，都会有服装规定，不能露肩露趾，要穿长裤等。尤其是皇宫类的景点最严格。如果真的不符规定，可以到景点外围的服饰店购买围裙或披肩等。但我觉得还是自己携带比较方便。如果像我们一样因为着凉感冒，可以到随处可见的 7-Eleven。
除了有零食或美妆可以买，7-Eleven 也有卖很多保健品和成药，找 Seven 也比找药局来得容易。药的种类很多，有针对肠胃不适、蚊虫叮咬、感冒或喉咙不适，也有伤口处理用品和肌肉酸痛药膏等等。就算标示泰文也不用担心，我们用 Google 翻译的照相功能，挑了几项网络上评价不错的感冒药和喉片，大多是标榜天然草本配方，而且都是小包装，价格也很便宜。另外，泰国有时段性禁止贩售酒类，在禁卖时段会用布盖住。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和傍晚5点到凌晨12点才能买到酒类。到泰国旅游，在可以退税的店家消费满2000泰铢，就可以和结账人员要退税单。像 Big C 是要拿着收据到服务台拿退税单，右半边的资料建议到机场之前先填好，才不会浪费在机场吃饭逛街的时间哦。到出境大厅时，千万不要先托运行李，必须先到最右边 U 牌旁的 VAT Refund 柜台，准备好护照、退税单和退税商品，给海关检查并盖章。真的不清楚的话，这里也有中文版的流程解说可以参考。因为里面的退税柜台的海关会要求查验你买的包包或珠宝等奢侈品，这些要退税的奢侈品必须手提上飞机，不能托运。确认退税单上盖了章之后，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，托运行李。通过护照管理处以及安检，就可以到退税柜台，大概排了15分钟，把退税单和护照交给海关。退税单上的名字和护照上的要一样，且要是本人才能退哦。退税的金额可以透过官网表格对照，建议勾选领取泰铢现金，不然退其他币别或信用卡有汇差和手续费。海关有要求我把买的包包打开给他看，最后会把黄色退税单收走，给你一张粉色退税收据和现金，这样退税就完成了。如果还有什么伴手礼没买到的，苏万那普机场也有许多伴手礼免税商店。最后，影片上架的时候，台湾到泰国还是免签哟。目前泰国开放台湾护照旅客免签，观光停留不超过30日。希望后续会有新的免签公告。我们泰国曼谷的系列影片要在这里告一段落了。因为是第一次自由行来泰国，我们在行前做了不少功课，也希望这些游玩曼谷的注意事项可以让大家旅游更顺利。敬请期待我们下一部影片哦！